中国为什么不为朝鲜战争道歉呢？一位美国网友在网上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顿时引起轩然大波。而更加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评论区有类似观点的美国人并不在少数。这不禁让我们感到疑惑，到底是什么让美国民众对朝鲜战争产生了这样的认知呢？想要弄清楚一切的答案，我们还要从美国是怎样遗忘朝鲜战争这件事开始说起。在美国社会朝鲜战争曾一度被认为是一场被遗忘的战争，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都没有任何纪念这场战争的热情。要知道，朝鲜战争结束的时间是1953年，但美国却在1995年才建成朝鲜战争纪念碑，而相关的纪念馆更是在一些朝战老兵的强烈要求下，2015年才终于向民众开放。面对这样的情况，可能有人会觉得，是不是朝鲜战争美国输得太惨了，美国政府感觉难以启齿，所以选择遗忘。但问题的关键是，在美国的历史书本里美国自称是赢下了朝鲜战争的，而且美国并不是只纪念胜利。像同样输得惨烈的越南战争，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美国人进行纪念与反思。因此，很显然，美国选择遗忘朝鲜战争绝对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那么，美国为什么会选择遗忘朝鲜战争呢？答案很简单，因为朝鲜战争对于美国民众而言，本身就是政府的一个巨大骗局。在美国学术界有很多学者普遍认为，朝鲜战争对于美国而言是以国际警察行动为开始标志，以停战协定的签署为结束标志的战争。无论是开始还是结束，都没有任何光荣可言。板门店停战协定签署的同一天，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了一段极为简短的演讲，声称美国取得了战争胜利，表示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坚定且目标明确地同联合国一起抵制了北朝鲜的侵略。没错，在美国政府塑造的理念里，朝鲜战争的本质是美国和联合国一道帮助韩国抵抗北朝鲜的侵略行为。因此，基于艾森豪威尔的演讲，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了朝鲜战争是一场集体安全胜利的观点。不难看出，美国政府想告诉民众的就是美国参与朝鲜战争是一个毫无争议的正义行为。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显然不是。美国参与朝鲜战争完全是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事实上，不仅仅是理性的学者，当年参加朝鲜战争的美国士兵也对战争的正义性颇有怀疑。因为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参与下的朝鲜战争是一场没有清晰目标、意义模糊的战争。与之相对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当时，罗斯福在宣战演讲中清晰地界定了美国参战的目标。每一位参与二战的美国士兵都知道美国到底为何而战，敌人是谁。他们甚至都不需要政府的宣讲，都明白打败纳粹德国、击溃军国主义的日本有多么重要。可是朝鲜战争却是不一样的。例如，在美国著名小说作家威廉姆斯泰伦的小说《远征》中，就有这样的一段描写：突然陷入了战争，一场不明了、含糊不清的战争，如果不通过欺诈，基本不可能会赢的战争。这是一场没有标语、没有歌颂、没有英雄的战争。对于所有参战的士兵而言，这是件忍无可忍的事情。朝鲜战争是一场错误的战争。美国战地记者凯斯·比奇曾直言不讳地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据凯斯和士兵们的交流得知，在最初的时候，长官们声称美国参战是为了帮助南朝鲜守住三八线。然而，到了战争局势发生逆转后，长官们却又表示目标是要跨过鸭绿江。此时对于他们而言，这场战争已经开始发生变质，因为它不像二战那样有柏林、东京、罗马这样具体的目标。似乎那些长官们的目标是拿下整个亚洲大陆。除此之外，当战争进入停战谈判阶段后，美国赴朝士兵们的反战情绪更是一路高涨。因为此时的战线已经基本维持在三八线附近的位置，这就是开战前政府告诉他们的目标。然而事实上，停火期间战争却仍在继续，美国士兵仍然在被政府要求着做无意义的牺牲。美国小说家詹姆斯·祝特曾评价道，朝鲜战争就像一场由政治家设定的拳击比赛，明知不会赢，但是还是要坚持打下去，直到牺牲才能退出比赛。所以，对于参加朝鲜战争的美国士兵来说，胜利不再是他们的目标，他们的目标是活下去。一个国家对待自己的过去，记住什么，忘记什么，都是有选择性的，而选择的标准就是通过当前的国家政治、外交以及利益需求来制定的。在朝鲜战争发生的时候，冷战刚刚揭开帷幕。由于继续推行冷战战略的角度考虑，美国政府在一开始将这场并没有获得胜利的战争描绘成对集体安全原则践行的胜利。随后，当遭受质疑和反对后，政府又引导着民众将目光转向未来，回避朝鲜战争胜败得失的讨论，最终使得美国社会遗忘掉朝鲜战争。实际上，从本质上来说，朝鲜战争的性质与后来的伊拉克战争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两者都是美国霸权主义的体现。只不过朝鲜战争的时候，美国尚未实现独霸，
因此需要一个所谓的正义理由发动战争。而伊拉克战争的时候，苏联已经解体，放眼世界，美国早无伊核之地，所以一瓶洗衣粉足以侵略一个国家。基于这些，为什么现在的美国人会产生中国为什么不对朝鲜战争道歉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呼之欲出了。现在的美国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社会。过去在美国的舆论垄断之下，很多人会对美国所谓的言论自由听之信之。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拿朝鲜战争举例美国著名作家大卫·哈伯斯塔姆因为一本揭露越南战争中美国决策失误的书籍出类拔萃之辈而一举成名。但是鲜有知道，在这本书之前他还有一本名为《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的书。而这本书自到2007年，也就是他去世后数月，才被正式允许出版。大卫的遭遇不是偶然，那些在朝鲜战场上被俘虏的美国士兵，在被释放回国后，更是曾遭到过美国政府的集体惩罚。相较于被欺骗的美国民众，那些亲身经历过朝鲜战争的美国士兵，显然能够知道这场战争的真相，而被俘虏的士兵们更是对此感触颇深。据美国前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透露，在美国政府对战俘们寄给家人的29000封信件的审查过程中，发现这些信件几乎都谴责了华尔街的资本商人，要求家人们一同反对这场无用战争。因此，当这些战俘即将回国的时候，美国政府就十分担心他们会在公共媒体上将真相说出。于是，在1953年4月，也就是正式交换战俘之前，美国国防部出台美国和其他联合国军队战俘被洗脑问题的报告，将首批149名被释放的战俘里20名被严重洗脑的士兵秘密转移到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精神病区内进行治疗。后来，伴随着1953年8月23名美国战俘公开宣布放弃回国，留在中国后，美国政府更是彻底恼羞成怒，掀起了对战俘们的审查浪潮，要求所有媒体不允许对参加朝战的美国士兵有任何正面报道，要求对战俘们缺乏爱国主义精神进行集体批判。其中，在美国电视剧《叛谍》的制作过程中，美国政府的心思最为显著。据悉，为了让这部电视剧能够帮助所有美国民众理解战俘们被洗脑、背叛了国家这件事情，美国政府邀请了著名作家罗德·瑟林来操刀剧本。后来，据罗德·瑟林回忆，在他过往的人生中，曾创作过上百个剧本，但从没有任何一本比《叛谍》更难写作。在长达19个月的时间里，罗德·瑟林前后被7次要求修改剧本。最初，罗德·瑟林认为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不应该惩罚战俘，但后来他被邀请去往五角大楼，政府派遣专员亲自对他进行3个星期的说服工作后，罗德·瑟林终于认识到了国家的苦心，将惩罚战俘的内容写入了剧本当中。美国政府所做的这一切目的都是一致的，那就是隐瞒真相。去年10月7号，巴以冲突被再次点燃，很多人将其称为历史上首次由受害者现场直播的战争。跟随着加沙民众的镜头，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加沙遭受的人道主义危机，清楚地看到了以色列军队的残暴，清楚地看到了美国对真相的隐瞒。这放在过去是压根无法想象的事情，因此美国才会不喜欢这样的言论自由。但正如一位美国博主说的那样，政府越是刻意隐瞒一些事情，越是能够激起人们的好奇心，激起人们的反抗情绪。真相是掩盖不住的，邪恶是战胜不了正义的。美国能够在朝鲜战争的忘却上取得成功，是因为时代的局限性，但在信息高速发达的现在，美国不可能再取得同样的胜利。如果美国继续固守老一套，那么迟早有一天会自食其果。最后再回到美国网友那个奇葩的问题上，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当年中国志愿军东渡朝鲜，是为志愿帮助美帝国主义铁蹄欺辱之下的朝鲜人民而战，是为保家卫国而战，应被铭记感恩，又何谈道歉二字呢？